同一件花衫，它穿出两种气质，诚意到底靠什么控场？是人穿衣服，还是衣服穿人？这句话你肯定听过，听到耳朵都起茧了，对吧？可我最近偏偏又被他绊住了，我就琢磨他到底在说什么。你猜怎么着？越想越觉得这里头有东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注意到一个现象，想跟你聊聊。诚意有那么一类造型，就是带点复古老花，花纹比较满的那种衬衫。同样这么一件衣服，他穿着它出现的时候，状态是会变的，有时候整个人是软的、乖的、松弛下来的，有时候又是收着的、冷的、带点锋利的。衣服没换，一根线都没动，变的到底是什么？今天这期我不打算面面俱到，我就只顺着这一个问题一层一层往下挖。我尽量讲清楚，讲不准的地方我会跟你说一声，你别全信我。先说最表面那一层，你眼睛直接能看到的。网上关于这种造型其实是有不同声音的。有人觉得这花纹有点复古，有点老气，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穿。这种声音是存在的，我不回避。但是等一下，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，你要是把评论区往下多翻两评，你会发现一个挺分裂的现象，好像不是一派人说土，一派人说好那么简单，而是同一种审美偏好的人，面对他不同状态下的同一件衣服，评价会来回摆。一会儿觉得复古，一会儿又觉得挺有味道。我得说明一下，这是我个人翻评论时候的印象啊，不是什么统计数据，你就当我抛砖引玉。但如果这个观察大致成立，它就指向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，大家争的看着是衣品，其实底下争的是人。那件衣服在这儿更像个背景板。行，顺着这个思路，咱们进第二层。这一层的稍微往认知这块靠一点。咱们平时说一个人衣品好，默认是什么意思？是他会挑、会搭、会买，对吧？好像衣品是一种购物能力。可我越想越觉得，这个理解方向是反的。你回想一下自己的真实体验，你看到一个人，第一眼接收到的，往往不是他衣服的版型和花色，而是这个人整体给你的那股劲儿，有没有气场，松还是紧，稳还是飘。你的判断是先落在人身上的，然后你才回过头去给他身上那件衣服追认一个评价。他有气场，你就觉得这衣服挑得真好，他没撑住，同一件你可能就觉得这衣服有点怪。我这么说是一个偏直觉的描述，不是要给你背什么心理学论文，严谨的机制我也不敢打包票。但这个方向，我个人是越想越信的。它其实就是老话讲的那个衣架子，同一件衣服挂在不同的衣架上，呈现完全是两回事。人就是那个衣架，是人在撑衣服，不是衣服在撑人。你把这个套回诚意那件花衫，好多事儿一下就顺了。为什么同一件复古花，到他这儿意思会变？因为观众其实不是在读那块布料，是在读他这个人当下递出来的信息。他递出松弛，布料就跟着被读成复古有味；他递出锋利，布料就跟着被读成酷。整件衣服全程是被动的，是他在给他复议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把这个想通的时候，愣了好几秒。因为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问题就整个换了，不再是他穿的好不好看这种表面问题，而是他到底靠什么去控制自己当下递出来的那股信息。这个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跟你聊的东西。重点来了，演员控制气质，靠的从来不是衣服，是身体。往细了说，我把它拆成5个跟衣服无关的变量，咱们一个一个过。第一个，肌肉张力。这个你千万别小看。同一张脸，肌肉整个松下来，和肩颈、下颌那一带微微收紧，给人的感觉是两个人。松，读出来是乖，是暖，是没有攻击性；紧，读出来是防备，是锋利，是那种别靠太近的距离感。你去对比他显酷的那种状态和显乖的那种状态，肩线、下颌那一块的松紧是不一样的。同一件花衫，肌肉一变，读出来的意思就全变了。第二个，眼神焦点。这个是最微妙的，也是我个人觉得最见功力的。它不是眼睛大不大，
亮不亮的问题，是他把视线的焦点落在哪儿，落多久，收得多实。焦点实，盯得住，不飘，气质就往稳，往有主张，往狠里走；焦点稍微松一点，虚一点，带点犹疑，气质立刻就往软，往少年感，往无害里去。很多气质的切换，根子就在这一双眼睛怎么用。第三个，微表情。嘴角那0点几毫米的走向，眉心有没有一丝极轻的收拢，这些东西，观众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看，但潜意识全接收到了。他不想，可他在。第四个，体态。站姿，重心压在哪儿，手往哪儿放，放得自不自然。重心压得低，站得住，传递的是这个人有底，稳得住；重心偏一点，姿态松一点，传递的是这个人放得开，松弛。第五个，也是我觉得最高级的一个，节奏。就是他每一个动作，每一次转头，甚至每一口呼吸的快慢。慢，是从容，是掌控，是我不急；快一点，脆一点，是活，是灵，是有生气。节奏这东西，是最能把演员段位拉开的地方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前面那4样，一个用功的人练个7、8分是有可能的，唯独节奏，那是长年累月泡出来的东西，急不来，也装不像。把这5样搁一块儿，你就明白程毅那件花衫为什么能乖也成，酷也成了。因为他压根不是在换衣服，他是在换这5个变量的组合。这就是所谓的 character embodiment， 把角色装进身体里，而不是套在身上。你看，这不是选衣服的能力，是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。说到这儿，我得诚实交代一句，第一次让我真正注意到他这种控制力的，是他早些年的一部戏。具体是哪一年，我这印象我不敢给你打包票，年份这种事我怕记差了给你带偏，你们比我记得清。反正就是那个阶段，我看的时候心里一动，觉得他对身体的这种掌控是有意识的，不是碰巧撞上的。这是我当时很直接的一个感受。这种下功夫的方式，用我自己的话讲，他走的是长期价值那条路，不是靠一套造型去博一次热搜，而是把力气花在观众第一眼看不见的地方。这种投入，火候到没到，急不出来，我个人相信时间会替他讲话。那把这个事儿放到整个行业的尺度上看，它的分量在哪儿？现在这个环境你我都清楚，好多讨论其实都停在最表面，造型美不美，热度高不高，这一身多少钱，这些不是不重要，我没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。但他们全都属于衣服那一层，而真正能扛过时间，扛过一轮又一轮潮流的，是人那一层的东西，就是刚才拆的那5样，对身体，对气质的控制力。道理其实很朴素，造型会过时，花纹会显土，潮流一年一个样。可一个演员能把同一件衣服穿出2种灵魂的能力，他不过时，这是真功夫。懂行的人都清楚，这种东西砸钱砸不出来，团队也没法替他完成，只能他自己一寸一寸磨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乍看是衣品的小话题，你顺着往里挖，挖到最底下，其实是一个演员方向选没选对的问题。程毅这个方向，我个人的判断，他走得挺稳的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一家之言，你有不同看法，评论区咱们慢慢聊。最后说点掏心窝子的话，不瞒你说，我一开始筹备这期，脑子里那个题目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聊聊程毅的穿搭。真的，我一开始也把它当成一个衣品话题在做。我甚至也曾经跟着起过哄，心里嘀咕过一句，这花衫是有点复古哈。可越往下拆，我越发现一件让我有点不好意思的事，原来我自己也曾经误会过。我误会在哪儿？我把功劳记到衣服头上了，记到造型团队头上了。等我把这一整期从头捋到尾，我才真正看明白，从头到尾在控场的，一直都是他这个人。那件衣服不过是个借口，是个刚好让我们能看见他控制力的窗口罢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或者曾经也觉得不就是件花衫吗？真没关系，我特别懂，因为我自己就走过这一段。
但你不妨现在再回去看看那2种状态，试着去找一找那5个变量的差别在哪儿。哪天你看出来了，你就懂了。懂它的人自然会懂。今天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。